关于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中南海权斗中失权的传闻甚嚣尘上之际，《华尔街日报》26号发表了一篇关于习近平和他的父亲习仲勋的文章，指习近平家族世代忠于中共，并称赞习的战狼外交是有骨气，辩解和表中意味甚浓。与此同时，网络上传出了习近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，似乎在呼应媒体的报道。那么习近平还有能力反扑吗？你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26号发表的报道，习近平之所以对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中共如此忠诚，是源于习仲勋的家教。报道引述美国历史学者唐志学的专著《党的利益至上》中的章节分析，习近平之所以展现出强硬集权作风，并非背离习仲勋的改革路线，而是对习仲勋绝对忠诚于共产党精神的延续。习仲勋曾在1962年被扣上反党的帽子而遭到迫害，文革期间更是在批斗大会上遭到红卫兵的严重羞辱，但他仍未放弃对毛泽东及共产党的信仰，甚至要求习近平背诵毛语录。唐志学指出，这种在政治失势中依然坚定不移的态度深刻影响了习近平，使他将忠诚与斗争视为生存之道。其实习近平本人也因为父亲被打压而受到牵连。坊间热传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曾在批斗大会上公开谴责自己的儿子习近平。当时习近平因为父亲习仲勋被打成反革命而受到牵连，被关进收容所。一次，习近平逃回家中，向母亲诉说饥饿，然而齐心为了保护全家，选择向当局报告此事，导致习近平再次被捕。报道指，这些经历磨练了习近平的性格，并让他认识到权力的变幻莫测。报道还将习近平的战狼外交说成是有骨气。报道还提到，习仲勋在执行毛的延安整风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时，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。习仲勋说，要记住，杀的坏人越多，他们就越害怕。习近平在反腐和肃清党内异己方面的做法与其父如出一辙。众所周知，《华尔街日报》和中共高层有着某种联系，他们经常会拿到一些机密的消息。中共当然也是想通过他们的报道出口转内销，达到制造舆论的效果。因此，在习近平失权传闻甚嚣尘上，中共面临内政、外交等诸多忧患，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之际，这篇报道通过回顾习仲勋的忠诚与牺牲，凸显习近平的红色血统，似乎是在为其领导地位提供历史正当性，并向党表忠。在外界质疑其权力稳固性之际，这篇文章或许是习近平阵营试图通过国际媒体发声，向党内表达忠诚，强调其执政的合法性与不可替代性，间接回应下台传闻。不过，据安倍晋三回忆录的记载，习近平并不相信共产党。他曾对安倍晋三表示，如果他在美国出生，就不会加入共产党，而是加入民主党或共和党。安倍认为，习近平不是因为思想才加入共产党，而是为了掌握政治权力，并形容习近平是位强烈的现实主义者。5月24号是习仲勋去世23周年。据中共新华社报道，这天关中革命纪念馆开幕，该馆陈列物品集中展现了习仲勋的往事。该馆的馆址设在习仲勋的家乡陕西省富平县，加上开馆日正是习仲勋逝世纪念日，显然这个纪念馆主要是为了纪念习仲勋而设。据坊间传闻，这个纪念馆原来定的名字是叫习仲勋纪念馆，但开馆时却换成了关中革命纪念馆，这可能是习近平失权的又一佐证。毕竟人走茶凉是中共的特色。上述报道发表之际，正是习近平发言稿热传之时。时评人李牧阳在今天的自媒体节目中引述自媒体人老登的爆料，披露了习近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。爆料称，面对温家宝、张又侠一众元老的批评，
习近平否认自身错误，宣称过去11年取得了反腐、脱贫、一带一路及疫情防控等成就。他感谢老同志的坦率意见，但随即强调这些成就是其领导力的证明，并将问题归咎于前任与部下。习近平强调，军队和人民支持他，基层官兵与地方官员也坚定拥护其领导。他并警告说，领导层动荡将带来不必要的风险，稳定是发展的前提，团结是胜利的保证。他也承诺会改进工作方法，减少军队调整，并提高官兵待遇。同时暗指要求他下台的声音是在搞分裂。讲话中，他还否认了自己反对改革开放，说这是党的生命线，但因为纠偏需要而将精力放在反腐上，意图转嫁经济下滑的责任。时评人李牧阳在他的节目中分析，习近平的讲话条理清晰，但实质上是转嫁责任、掩盖问题的狡猾之举。他并逐一反驳习近平自诩的成就，指习近平利用反腐清除异己，难掩制度性腐败。脱贫标准是国际标准的一半，一带一路是制造债务陷阱，而极端的清零式疫情防控导致无数人丧生，包括深夜翻车的贵州大巴翻车和乌鲁木齐火灾。李牧阳认为，习近平试图在讲话中笼络军心，并将下台呼声污名化，显示其不甘心退位。他指出，讲话中承诺提高官兵待遇，强调稳定，暗藏反扑意图。此前传闻习近平多次反扑均被张又侠压制，每次失败后都导致其亲信的落马，例如苗华、何卫东等，显示中共内斗早已白热化。李牧阳断言，无论讲稿如何精心设计，习近平下台的结局难以改变。独立评论人杜正5月26号在上报发文指出，撇开习近平施政对国际外部的恶劣影响不计，也不去考虑国内经济下行和社会民生变坏的影响，单从党内人事议题看，习近平就有一个软肋，恐给他带来关键性的失败。文章盘点，习近平亲自把关提拔的习家军出现大规模崩溃，中央委员已有26人出事，习上台后晋升的上将中有近30%落马或传闻出事，严重冲击习的权威。根据中共2016年颁布的防止干部带病提拔规定，若提拔的干部大面积出现问题，将追究党委主要负责人责任。因此，习近平作为第一负责人恐被追责。杜正并指出，日前中组部换上与胡锦涛、李克强有渊源的石泰峰，显示元老与团派势力可能重新掌控人事。习近平军中人事大管家苗华出事，更助长张又侠操盘清洗习派的传闻。独立时评人蔡胜坤表示，中共四中全会将有大变局。面对现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经济，加上习身体有病，中共元老们已经忍无可忍，正在集体逼宫习近平。杜正则表示，近2年习近平进入危机期，今年北戴河肯定有会，而且会有大事。如果中共内部真的会发生北戴河元老逼宫之事，中共四中全会可能会变成对习近平的追责大会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